Hello， 大家好，我是众爱 CP 的书房的刘科长。我是阿杜。 오늘 제가 정말 오랜만에 제 남편 아두랑 단 둘이 나왔어요. 봄도 오고 데이트도 할 겸 겸사겸사 나왔습니다. 여기가 모실것 따지라고 베이징의 후통이에요. 요즘에 보면은 베이징에 개조가 정말 잘 돼갖고 예쁜 후통들이 진짜 많거든요. 여기도 그 중에 하나라고 해요. 그래서 오늘 남편이랑 좀 구경 좀 하려고 합니다. 우리 구경하면서 얘기하자. 좋아。 熟悉我们的朋友可能会知道，我跟科长在北京已经生活快15年了，真的很喜欢北京，对北京很有感情，所以平时的话呢，我们经常在北京这样的老街胡同逛一逛。但是今天这个模式口大街这边呢，是我们第一次过来，因为这边确实离我们住的地方有点远，好像这边也是这几年一直在改造中。我查了一下，好像值得看的东西挺多的。 所以先来了，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叫法海寺的寺庙，那边有真的很出名的中国壁画。 사실 중국 벽화 하면은 제일 먼저 떠오르는 게 둔황 벽화잖아요. 근데 둔황 벽화랑 쌍벽을 이루는 벽화가 바로 여기 파하이스에 있다고 하는 거예요. 그래서 오 잘됐다. 여기 온 김에 모스크바 따지 보고 나서 파하이스 가서 벽화 보면 되겠다 그렇게 생각을 했어요. 그런데 파하이스 벽화는 보호 차원에서 촬영이 금지됐다는 거예요. 그런데 바로 옆에 벽화를 재현해서 전시하는 예술관이 있대요. 오늘은 거기를 가보려고 합니다. 여기 낙타봐. 여기도 있어. 听说这边明清的时候是很重要的一条运输大道，很多商人在这边集会，非常热闹。很多骆驼就驮着各种各样的货物啊、材料啊，就进出北京。骆驼身上不是有那种铃铛嘛？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叮叮当当的响，所以这条路呢又叫驼铃古道。 어쩐지 아까부터 저기부터 걸었는데 낙타가 계속 있는 거예요. 那边好像有科长喜欢的炸糕，我们去看一看。 早上인데 엄청热闹해요. 来之前我做了一点功课，好像他们只有早上开门，很受欢迎的一个店。 여기가 유명한 데면 분명히 맛있을 거야. 他们家比较招牌的就这边的江米炸糕、黄米炸糕和麻球。 为什么下午不卖啊？下午回家得做馅儿。啊！你们想来几个6个。 2块5一个，买6个才15块钱，尝一尝，你的最爱。 보세요. 오. 너무 맛있어요. 겉이 엄청 바삭바삭하고 이 안에 단팥심이 있잖아요. 기름이 여기까지 쏙 스며들었어. 찹쌀향이랑 이 안에 단팥심 향이랑 조합이 진짜 대박. 봐봐요. 줄 지금 저기까지 왔어요. 真的哇！这边也有这样的可以喝茶的地方，橙之堂。我之前来之前看，好像这家店特别漂亮，建筑的风格是这样。 와 진짜 예쁘다. 베이징 하면 뭐다?茉莉花茶. 이거 한번 마셔볼 수 있나? 아, 谢谢.你们想喝个什么茶？夏天合适的.茉莉花茶。哦，可以吗？可以. 어떻게 하셨지? 방금 전에 거기서茉莉花茶 얘기했는데. 这个茉莉花茶它是没有花的。基础是这个白茶是吧？这个白茶也是很好的白毫银针，也是白茶里面最好的等级。我们喜欢。那老师，就是您给我倒茶的时候，我应该是怎么啊？要作为感谢，对不对？2个手指，我们是平辈，对不对？就是2个手指扣一下。对，如果是长辈给您出茶，您要1个手指扣一下。长辈的话，反而1个手指。不是师长之间或者父母之间，我们就都是这样。您请品第1道茶。这样子的话，对，拿到以后先闻一下香气，然后就可以。 那教您一个字，就叫啜茶。对，就是你喝到很烫的，就是有点像品尝红酒的那种。对，异曲同工嘛。很棒，谢谢老师。我再帮您出一道茶。老师，刚才那个茉莉花茶是怎么卖的？这个茉莉花茶应该是1500一斤，150块钱1两。 1两的话其实就挺多的，一个小铁盒吧。好的，谢谢。谢谢。 그리고 오늘 특별 게스트 2분을 모셨습니다. 한 분은 여기 모실것 따지 개조에 직접 참여를 하신 전문가 분이시고 또 다른 한 분은 파하이스 벽화예술관의 관장님이세요. 그래서 이따가 만나 뵈면은 저희가 궁금한 것도 좀 여쭤보고 그리고 또 좀 다른 얘기들을 들어볼까 합니다. 哇，这边居然有一个很传统的粮油店，这个店已经基本上在城里都看不到了。我们进去看一看吧。同生源粮行，看看里面。 와, 여기香味은 뭐야? 와, 너무 좋아요. 这个以前小的时候，在那种传统粮油店里闻到的味道。 와, 진짜? 而且人还不少呢。那边那个罐子里装的应该就是传统的2八酱。2八酱是什么？这个是一个就老北京传统，大家蘸着火锅吃的一个酱料。是吗？好吃，那个2八酱是芝麻的香味儿，还有花生酱的那个
有点甜味儿。但是为什么叫二八酱呢？ 8分的芝麻酱，2分花生酱啊，所以叫二八酱。 아 그런 거야. 다 가져. 우리 거 하나랑 빠마的一个，我们买2个。可以买2个吧，回家蘸火锅吃。哦，一个。特别香。哎，这一瓶多少钱呢15块钱。 15块钱。 1斤2两的。哦。这还是玻璃瓶的。到家你就不要搁冰箱里头，别搁冰箱。是吗？它不怕热，就怕水，别让它招水就行。但是能放1年是吗？对。哇。可是咱1年早就吃完了，像你们现在。我觉得是对，用不了1年。一天吃1小勺，补钙也好。嗯。就抹面包片什么的都可以。谢谢老板。哇，天！火锅的제일 좋아하는。 哦，超级香，就是我们喜欢的麻酱的香味儿。二八酱，这15块钱，可以吗？可以。真的，你吃这酱绝对不一样。你们吃过吗？这家的？吃过。我们地吃了。南人呢？哪人？啊，我是韩国人。韩国人。 네. 안녕하세요. 烟火气十足，生活气息很浓，真的很舒服，在这个街上。 저희 약속했던 짱종이 저기 계신 것 같아요. 빨리 가서 만나보시죠. 哎，您好，是张总对吧？哎，你好，你好，你好。咱们大家一起逛一下吧。好的，好的。刚才我和我老婆就逛了整体咱们莫斯科大街1圈，就感觉整个这条街上商业配套呀都还挺方便的。但是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居民生活设施，就是我看什么果蔬店啦、早市啦这样的。在改造过程当中，这个是专门考虑的吗？是的，既要满足当地老百姓居民的生活需求，也要重现咱们这个历史文化街区的文化风貌，还要能吸引来各地的游客到这来游玩。你看，这有一个小院，老的民居融合了新的业态，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吧。这里面呢，就是改成了酒吧跟民宿相结合。哇！到了晚上会有一些这个游客啊、朋友啊，在这儿，酒吧来休闲一下。这不是客房吗？这边是。这个是一个活动厅吧。 因为진짜 옛날 거 그대로요. 这个都保留了之前的，对，对吧？都是保留了之前的。哇，这小玉宝宝。对，这些上面都是原来老的东西，然后我们进行了一下维护。 여기도 옛날 거. 这是京西的比较传统的火炕。 처음 와봐. 我第一次来这样的地方。这个不是博物馆，之前的真的是民居是吧？对，这就是老的民居，我们就是没有去大动它，也符合现在咱们北京城市更新的一个理念嘛。我以前只有在电视剧里面看过，真的第一次亲眼目睹了，哇，很神奇。然后这个房间也可以做一些小的会议啊什么的都可以。 这边看的地方很多呀。对，这边你看古道思存到了。古道思存这个院呢，原来是莫日口村的一个老爷庙，好多房屋啊破损啊。然后后来我们来之后呢，就是恢复了一下老爷庙的这个进制和规格，同时呢，在里边布了一些小微的展览。莫斯科的那些事。对，这里边说了这个京西第一通电村的事儿。老舍当年写的《骆驼祥子》里边的祥子牵骆驼。 也是从莫日口牵的骆驼，是这样子的吗？对哇！这里面也有一个小咖啡厅，大家走累了可以点杯咖啡喝，闻到浓浓的咖啡香味。咖啡香味真的很香。这边卖的最好的是桂花拿铁和苹果肉桂。桂花拿铁冰的，1杯就可以了。啊，就这样。居然有桂花香味，很香。 刚才呢，咱们从莫日口大街从东到西走了一遍，然后这些年呢，通过城市更新改造，这条百年老街又焕发了新的青春，同时也让全世界看到了城市更新中北京的样本。谢谢张总，今天真的不虚此行，有很多收获，谢谢你。好，欢迎常来。拜拜，拜拜，张总，拜拜，再见。오늘 모스코大街에서 진짜 하루를 다 보낼 뻔했어요. 빨리 바하이스 벽화예술관으로 가보겠습니다. 가자. 가자. 바하이스 벽화예술관에 도착했어요. 여러분 보여드릴게요. 와 여기로 들어가나 봐. 他们用很现代的光影效果还原了这套壁画，听说很逼真、很雄伟，而且可以沉浸式的体验。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你好，刘馆长你好，欢迎欢迎欢迎。那我们开始。好的。因为法海寺壁画呢是这个明代最著名的这个壁画，在中国呢也被誉为3大壁画之一。大多数观众可能知道的更多的是敦煌，但法海寺呢其实不亚于敦煌，是因为法海寺壁画是我们现在发现的唯一一处工笔技法，就是我们在纸上画画的那种技法，在墙上画，所以它画的细节非常的突出，身上的每一个地方都画了很多的细节。
但是法海寺壁画现在由于文物保护呢，我们很难看到高处的壁画。像眼前这个水月观音，它实际上在现场是4.5米高的一个巨制，你在现场是很难看清楚它具体每一笔细节的。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头像放到极致，让你看到它身上的每一笔花纹、珠宝首饰。我们接下来呢，更重要的是让观众看懂。什么叫看懂壁画呢？举个例子，像这个他头上这个白色纱从发冠一直披到肩头，再披到脚下，薄如蝉翼，既有又没有遮盖住下面的花纹。这种花是如何绘制的呢？我们把它右边的放大，发现它是用很细的笔，用这个白云母的颜料画了6个菱形，每个6菱花里头呢画48根线条，就画出这种纱的这种针织感。这种技法在唐宋的美术当中就有，但像法海寺画的这么精细，并且它尺幅足够大，画了0.87平米，这是非常少见的。所以我们通过这本纱能够理解画家他画得很好，但是到底是怎么起笔落笔的，还是不知道。我们把左下角这本纱打开之后，可以发现画家其实在绘制的时候，他先做的三角形的辅助线，然后在每个三角形之内，他只要画满12根线条，自然就拼成那个6个菱形那个花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通过左下角这片纱就破解了画师的绘画的过程。但是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这片纱的绘制的画师水平上有些问题，它的辅助线的粗细和最后呈现的线条粗细不一致，才让我们观察出来它原来是这么画的。看右边这片纱，你就完全不是一个画师画的了，这个肯定是2个人，而且水平呢高下立见了。所以这就是我们通过这种对比、这种具体分析的方法，让不懂绘画的观众也能够看懂壁画。可能会画很长时间了吧？对，大概画了4年。它整个寺院从施工到完工是5年时间，就算有1年是盖建筑时间，那个剩下时间可能4年可能画壁画，大概是4年时间。好，我们接着往这边走。那这边呢是我们的法海寺壁画当中最重要的2幅画，分别是7米，总共14米长的地势梵天礼佛护法图。这2幅壁画在大殿的不同的2面墙上，我们把它拼在一起。这是一个1比1的还原。绘制了36个人物，是佛教的这个护法神。在整个空间当中呢，这面墙上一左一右还有2个很重要的神。这个呢是一个拿着锯子的叫牛头，这边呢是一个拿着这个盆的叫做鱼精。这2个人在画面的一左一右2边，但他们戴了同款的头巾。这个头巾红头巾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就是画家留下的我们破解的密码，高度是一致的，用的是同一个颜色。他告诉你这就是这2幅画的边界，用这2个头巾把这2幅画给你做了一个整体。很多细节内容如果要全部看完这个画，我们要在这儿会看40分钟的时间因为36个人物非常多。法海寺这些神仙的法器和武器总共是49件。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法器有些呢非常的细节，比如说看这个神仙手里拿着一根针，这是左手拿着针，他右手呢拿着一根线，一根丝线，就缝坏人的嘴和眼，不让他说话就是这样的一个，是这个意思。对，这个作用。每到一段时间，我们会有一个彩蛋的模式，我们就移到中间，让你欣赏一个光影秀。四臂到脚下都可以，然后这里头所有的元素都是从壁画当中剪辑出来的，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大概3分钟的光影秀。起了鸡皮疙瘩，哇，好震撼啊！来这边的话，普通观众都可以看，它每半个小时会自动播放。这个场景呢，就是把法海寺当中的这个壁画恢复到它原先的墙壁的位置上，所以我们这块呢，就相当于是把法海寺的大殿的灯给你打开了，让你看到这2幅壁画在后墙壁上，那幅画就在左墙上，这幅在右墙上。然后这3大士呢是在一个正面的这个墙上，只是我们把它折了一下，它就在实际大殿当中，它是一个连那个墙，分别是3尊菩萨。这个场景呢，就让观众在这里头完全是沉浸在那个艺术空间里头就好了。我们用现代技术呢，还做了一个球幕的影院，都是屏幕是吧？都是屏幕，360度都随便看。来，我们可以坐下来。这是我们相当于是取材法海寺编了这么一个故事。第一步就在我们的大殿里，屏幕在动，很多人以为是这个自己在动，有人推我们的感觉。这里的植物和动物都是壁画里出现过的。撒花结束。今天我们去的2个地方都让我们感受到了历史和现代的交融。 오늘도 한번 베이징의 매력을 물씬 느꼈습니다. 오늘은 여기까지 할게요, 여러분. 바이바이. 您需要是全身还是半身还是？半身也好，全啊，那我都给你拍。好，您是哪里人啊？香港。 1、2、3。好耶，好開心啊！好開心啊！
你看一下，可以吗？好。现在要去法什么？法海寺那边很好，能去吗？祝你旅途愉快喽，拜拜。